旅行するならどこへ行きたい？想去哪里旅行我已经想好了，但是这次旅行随身要带些什么东西，我还完全没开始打包。咱们就一起来打包这一次我准备随身携带的物品。旅行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想好怎么打发在飞机还有各种公共交通上面的时间，所以我要带的第一位就是 Switch。尽管已经很久没时间玩它了，但是这一次终于要派上用场了。而且最近不是又发布了那个 Pokemon 的猪和子嘛？但是看起来好像那个评价褒贬不一，所以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不要购买。尽管说作为一个已经超过20年以上的从 Game Boy 就开始玩口袋妖怪系列的一个老玩家，好像是该支持一下哦。但是还没决定，再看吧。反正我也有别的游戏可以打发时间。但无论如何，这肯定是我要放进我包里面的排名第一的产品。第二个其实要带的当然就是随身的笔记本电脑了。尽管在外面玩，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称不上优秀，但是作为一个视频 UP 主，继续创作好像也是必须的。所以我要带的产品的第二名就是这个笔记本电脑，16英寸的 M1 Pro MacBook Pro。这个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买的。其实买来之后，我也并没有把它作为我视频创作的主力机啦，因为用的还是家里那台27英寸的 iMac， 毕竟屏幕大嘛，剪视频的时候用起来眼睛会更加舒服。但是这一次外出，那肯定就得带这台便携式的笔记本了。这台剪视频的话也是没有问题。我唯一有点担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存储空间，我买的是 1TB 版本，但是你想要在外面玩3周多4周的时间，会拍多少素材，我心里说实话是没有底的。有点担心这个会不会不太够，所以我出发前会把它清理一遍，然后尽量留出一些比较多的空间，然后我应该还会带一个家里面的移动硬盘。那既然出门需要拍摄的话，相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次我要带的第一支相机就是 Insta360 的 X3， 这是一支全景相机，而且我也做了一期开箱和体验视频，出上手的感觉是很好的，所以我这次也很期待能够用它作为我的一个辅助相机，拍出一些有趣的镜头可以加到我的视频里面。那当然拍摄视频我不可能只靠一支运动相机来拍，所以我会带一个我最主要的相机，那就是现在正在进行拍摄的这一台索尼的A7C。 那索尼 A7C 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全画幅，但是却依然很轻便。然后我用的这个套机的镜头虽然没有很强大，但是覆盖的焦段对我来说也够用了。那我想同时一起带上的还有这个也是正在使用的三脚架，到时候我也会把它一起随身携带。它这视频的2个相机讲完了，接下来对视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收音啦，所以这一次我也依然会带上我平时一直在用的这套罗德的小蜜蜂。我这次还收到了科麦寄给我的一套收音产品，几个亮点让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它有一个降噪的芯片，可以长距离的情况下也能很好的收音，另外还有实时监听。我现在用的是科麦这套在收音，给大家介绍一下罗德，然后正好测试一下科麦的这个收音的效果怎么样。我的这个罗德是第1代，然后这个的话是只能用在相机上面，所以我为了有时候用手机收音，我还特地去买了这一根是给手机使用的。然后因为是 iPhone 嘛，所以我这还有一个转接头。然后另外它这个买的时候是附赠了这个防风的罩的，但是其实我个人不太用它，因为我这边演示一下，可能你就明白了。因为它这个装起来是要扣在这2个里面，不是很稳，有时候很容易就掉了，所以我用它的那个机会并不是太多。另外我还想讲的一个特别好的是这个磁吸的配件，这个也是需要另外买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这是罗德官方出的。我们知道罗德它自带的是这个夹子嘛，是可以夹在衣服啊或者背包上面，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穿的是那种像这种不是这种衬衣，而是 T 恤的话，这个就特别方便，你就可以把它随便这么一贴就装上了，然后想贴哪里都可以，就会比用夹子的时候自由度更高一点。现在我是带着罗德的这个小蜜蜂来收音，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科麦的这一套收音设备。它是有一个这个随身的小包的，打开来之后，一边是这个充电盒和里面的收音，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所有的数据线的2个防风的套子，然后还有这个充电线。那它这边比较好的给了2个给相机和手机用的这个转接线就都有了，不需要自己再额外花钱买。那其实我在自己
试着用的时候，发现它有个好处，就是刚拿出来的时候它是红色，但是很快它就显示成蓝色，就表示它其实已经和这个监视的这个已经配对上了，就直接可以开始使用了。然后跟罗德相比，我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这个防风的盖子是这种套上去的，套起来也没有特别快了，但是很牢固，不太容易掉。套上去之后，是不是瞬间这两个收音装置就有了种特别摇滚的感觉？下一个我想随身携带的就是 AirPods Pro。因为坐飞机嘛，还是需要一个降噪耳机。当然了，我也考虑到了 AirPods Pro 长时间佩戴可能耳朵不会太舒服，所以我也在想要不要带我 BOSS 的那个降噪耳机。但是我又觉得 BOSS 的太占体积了，所以想着还是带一个小轻便的嘛。到时候如果戴了真的不舒服，那就不带了。下一个我要带的就是这个包。这个包是我每次旅游必带的一个包，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了。没错，就是各种数据线的收纳包。你也看得出我现在其实还没有整理，但是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就会要把用到的那个电子设备的充电线都会放在这里面，这样子拉链一拉往包里面一扔，你就再也不担心这些数据线甩的到处都是，只要把它拿出来，就在里面慢慢找，就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那根线。这么多东西我要随身带的话，需要一个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包啦。其实这次是要带2个啦，都是 Air 的，是一个美国的牌子。然后其实已经买了很久了，都是以前出去旅行的时候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包呢，我会拿来装电脑啊，然后 Switch 啊这些比较大的东西，因为它的特点就是特别能装。你看这里有一个空间是可以放电脑，这里甚至还可以再放得下一台平板，如果你想的话。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些比较大的，但是比较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这里的话可以放一些数据线，然后它有这种搭扣，可以防止数据线滑出来甩到包里面，到处都是。然后另外外面的话，它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的空间，是可以放护照啊这些比较重要，但是你却又随时都可能需要到的一些证件啊之类的。然后包括它的外面也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放一些随手要用到但是没那么紧急那么重要的东西。边上它这里也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放水杯或者雨伞等等。这是另外一个斜挎的小包，那我其实平时就很喜欢背这个，因为随手一拿上就可以出门，然后很方便。里面的话就可以放手机啊、耳机、钱包等等，甚至说这个作为副相机的运动相机都可以直接放在这个包里面。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出去玩准备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了，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旅游视频里再见啦，拜拜。